苍龙悲鸣，天地变色，海眼处突然出现无边血光，一股股强横至极的海流涌出。这一瞬，洪荒5部洲都是轻轻一震。自己过去还能做什么呢？李长寿站在那儿陷入沉思，身形一闪，径直出现在东海上空，化作一朵白云，朝着海眼方向眺望。那里缓缓拱起了直径数千里的水球，若从高空俯瞰，仿佛东海化作了一口清泉，海眼处便是泉眼。无边海水从海眼处涌出，道心一震，李长寿的心底浮现出了一幅模糊的画面。东海海眼爆发，东海掀起漫天巨浪，席卷整个东胜神州，大半南赡部洲，生灵涂炭。天道不管吗？李长寿抬起头看向天空，目中满是疑惑，随之又有明悟。无权本是开天之业障所凝，又糅杂天地对生灵之愿，这是万灵的因果。龙族只有替万灵承受这般因果，才能抵掉他们当年破碎洪荒的业障。我此刻能做什么？李长寿的心底飞速思索着，若是真的发生我刚才所见的那般惨剧，与人族关联密切的道门圣人老爷此刻必然已经现身，换而言之，定有办法堵住海眼。龙族莫非今日必然要牺牲大批龙族吗？又要重复远古时的惨剧？若真如此，投效天庭毫无作用，我岂非也对龙族失言？忽听教主哥哥，海眼破了。李长寿道心一紧，分出半束心神落在敖乙身旁，追随敖乙的数十条苍龙此刻都漂浮在海水中，龙眼满是茫然，心底浮现出了几幅画面。李长寿的指导人化作青年道者，出现在敖乙身侧，敖乙也下意识地恢复了少年人形，眼圈泛红，突然流下了2滴眼泪。哥哥，敖乙下意识朝着侧旁抓握，李长寿立刻抬手反握住敖乙的手掌。我在。海眼破了。敖乙呼吸似乎有些困难，低声道：我刚刚看到父王在拼命想去堵住海眼，却被海眼不断冲开，鳞甲都是血，还看到海浪将大地淹没，路上生灵死伤无数，无数紫霄神雷将我们族人劈成灰飞，又看到无数族人朝着海眼扑去，却被海眼撕碎。果然如此，天道之意便是龙族用命去填，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天道。哪怕龙族已经归顺天庭，算是为天道打工，但依然不能更改自身的宿命。哥哥，敖乙目中已经没了迷茫，清秀的面容上带着泪，此刻却对李长寿露出少许笑意。他松开李长寿的手掌，后退2步，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。这么久了，多谢。言罢，立刻转身。敖乙口中发出了一声高亢的龙吟，周遭那数十条看到了相同画面的苍龙毫无迟疑，再次朝着前方疾驰。但是敖乙刚要化作龙身，脚下一晃，双眼无力地闭上，躺在了海水中。前方那些苍龙豁然回首，李长寿已经向前将敖乙扶住，朗声道：各位，若信得过我水神，敖乙性命我来护住，敖乙要去尽的那份责任，我已化身代之。这数十条苍龙身周光芒涌动，各自化作人形，对着李长寿深深做了一个道揖，而后一言不发，又化作苍龙，全速扑向了海眼处。不只是他们，
东海龙宫中飞出数千条苍龙，多数并无太高战力，此刻却头都不回。东海各处厮杀之地，一条条苍龙不顾负伤脱离战团，转身朝着海眼处全力疾飞，如同飞蛾扑火，却是神志清醒的飞蛾扑火。而在南海、北海、西海，或多或少能赶去东海支援的龙族，立刻朝着东海海眼赶去。此刻那些始作俑者，那大批西方教派来的凶恶生灵，堂而皇之的朝着远处散开，通过各处挪移阵、乾坤缝隙迅速离开东海海眼。而北海、南海激战之地，那些西方教高手丢下小半炮灰殿后，同样迅速撤离。东海龙宫不远处的海底突然塌陷，东海龙宫最大的宝库不翼而飞。西方的目的已经达到。退了吗？李长寿心底压下火气。不得不说，背后主导今日这一战的还真是个狠人。感慨无用，还是多想想如何帮龙族吧。李长寿的仙识扫过各处，看着海眼激流中那一条条扑上去又瞬间被推开撕碎的龙族之影，堵不住，拦不下，但依然拼死向前。龙族几乎失去理智，陷入疯魔，若他们不去堵，龙族族灭便在数日之间。李长寿又看向了海眼上空，那里东木公带着10万天兵冲出海面，在高空集结，不能等，多少也要做些什么。右手一翻，一杆铁棒被李长寿握住，这铁棒轻轻震颤，仿佛在对他倾诉。可以吧？李长寿看不到成功的希望，但是自身却也不会受损。有这一根铁棒，联想到铁棒今后可大可小的特性，或许能为龙族搏一搏那一线生机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这根铁棒可是龙族遁去的衣。木公！李长寿自白云中现形，一声大喝回荡在方圆万里。他白袍飘舞，白发飞扬，头顶出现玄黄塔，左手扣住乾坤尺，脚下迈步，石影在高空之中连续闪烁，飞速赶往海中涌泉。东木公不由大喜，高呼：水神来了！木公话音刚落，李长寿已经是出现在千里之外，石影再次闪烁2次，径直站在了海眼的正上方。该怎么做？李长寿看着手中的铁棒，低喝一声：你若有灵，当显灵性。这铁棒轻轻震颤，挣开李长寿的掌控，在李长寿面前竖直悬浮。铁棒骤然变粗变长，化作半米之径。李长寿的心底凝出了模糊的字迹：仙力。李长寿毫不含糊，一只手掌抵在这铁棒上，仙力涌入其中。铁棒骤然膨胀，把李长寿的顶飞了出去。李长寿请出玄黄塔，悬于头顶，立刻跳到了铁棒上方，双脚踩下，闭上双眼，体内仙力源源不断地注入铁棒，长长长，大大大。不过转眼，铁棒就化作了1000丈高，直接灌入下方涌泉。还不够！李长寿的袖袍飘舞，就听烈烈响动，一只只纸人飞出，转眼化作了各类人形，迅速在铁棒上方悬浮，将储存的仙力倾入铁棒之中。铁棒膨胀的速度更增数倍。稍顷，一根直径已达300里的铁棒耸立于天地间，上方连接云雾，下方探入深海，插在泉眼正中。李长寿轻轻吸了一口气，此时铁棒已经达到了他自身的极限。他猛地跺脚，这铁棒立刻朝着下方沉去，但只是沉下了短短300丈，李长寿就感觉到了下方传来的那股巨力。海眼此刻爆发出的力量远超李长寿所想。轻轻吸了一口气，李长寿身周灵光闪烁，周遭那些指道人立刻起身，配合他齐齐发力。定海神针再次被压下100丈。水神，
我来助你。木工一声轻喝，身形自高空落下，浑身仙力涌动，双掌摁在铁棒之上，铁棒象征性的轻轻一颤。我也来。便装收起9齿钉耙，直接撞到定海神针上端。我来，快来助水神一臂之力。道道身影自高空扑下，天降天兵收起兵刃，运转全身仙力，自上而下推在这根神针上。正此时，海水中传来阵阵龙吟，一条条苍龙破水而出，在空中翱翔半圈，飞速扑向了这根铁棍上方。数百条苍龙飞到高空正面压下，数百苍龙扑到铁棍的周遭，稳定铁棍的平衡，并朝下用力拉扯。定海神针顿时迅速下沉，海眼中涌出的汹涌海流竟然被这根铁棍从中分开，一股股功德之力在铁棍各处流转。东天门处射来一道金光，注入这铁棍之中，铁棍顿时光芒大作，越来越多的苍龙飞出海面，扑向铁棍。早已浑身是血的东海龙王拖着他庞大的身躯飞出海水，却耗尽力气昏迷，又直接沉入深海。这一线生机是李长寿给的，也需龙族去争去拼。正此时，一抹剑光闪烁，拉出万丈剑芒，径直劈向这根铁棒。李长寿轻哼一声，头顶玄黄塔刚要有所动作，却见金光一闪，一口宛若地洞一般的金桶现身，将剑光硬挡下。混元金斗，一抹白影自混元金斗后方转出，俏脸微寒，灵眸如电，素手轻摇间，那金桶射出了一道金光，劈向虚空。云霄仙子。就听一声闷哼，高空中大道震颤，一道虚影低头喷血，狼狈逃窜。云霄立刻就要追赶，但又想到了什么，停下身形，收起混元金斗，身影一闪，出现在李长寿的身旁。他素手朝着下方轻轻摁压，原本已经停滞的定海神针此刻再次下沉一大截。但离着海眼越近，冲出的海流力道越强，神针下端距离海眼只剩下数十丈，却分寸难下。已有实力不足的龙族天兵开始耗尽仙力，原本阴沉的天空突然变得明亮起来。李长寿仰头看去，却见空中有24颗湛蓝色的星辰，排成某种玄妙阵势，将定海神针包围其中，朝着海中迅速落下。那身着铠甲、蓄着美髯的道者，此刻正负手而立，身周不断地涌出浩瀚法力，面容肃穆，额头见汗。啊！定海神珠，赵大爷！定！赵公明忽而一声大喝，24颗定海神珠光芒暴涌，方圆千里乾坤宛若冻结，而下方的海眼竟也陷入了停顿。李长寿只觉脚下一轻，定海神针猛然下沉，塞入海眼。噗的一声，赵公明喷出一口鲜血，立刻在高空盘腿打坐。堵住了。李长寿的心底正疑惑，众龙也是低头看向海中，此时不敢发力，又不敢停下力道。定海神珠光芒迅速暗淡下来，化作24颗宝珠飞回赵公明身周盘旋。定海神针轻轻震颤，众龙族立刻发力，拼命抵住。海眼似乎就这般封住了，但是此刻定海神针自身重量镇不住海眼，难不成要一直在这抵着吗？忽然间，李长寿发现了什么，定海神针上面的功德在被飞速的消耗，1成、2成、3成，定海神针不断缩小，下方海眼深坑也在同步收缩。不过瞬息，海眼缩小了大概1/10的面积，而定海神针之上的功德之力已然耗尽。东海安静了瞬息，轰的一下，一股更强的力量自定海神针下方涌出，定海神针几乎被顶出海眼。功德要堵住此海眼，需要海量的功德。李长寿看着自己的左手，
目中有犹豫划过，但很快就下了决断。把龙族给我的大功德还回去又如何？以后再在龙族身上捞回来双倍的香火功德就是。如此，我也不亏欠龙族什么。可是，哪怕我全部的功德填进去，也只能将海眼封一半。而到时，海眼繁涌之力将会更强。长庚辛苦，剩下的交给吾来做吧。一声叹息传入耳中，李长寿豁然抬头看向远处云端，那里天庭元帅华日天傲然而立，英俊的面容露着淡淡微笑，身周正涌出道道金光，身上的衣袍尽被金光照透。李长寿着实是愣了一下。陛下。华日天轻笑着点头，低头看着下方海水，忽而纵身一跃，化作一束金光，径直射向海眼。李长寿失声喊道：“您功德积身已成，何不掉天庭功德？”得来的却只是一缕渐远的传声。迟疑片刻，便是生灵涂炭。吾昊天既为天地，愿为苍生故。少顷，一层层金光晕开，将天地渲染成一片金色。定海神针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，下方海眼同步收缩。半个时辰后，李长寿、云霄、赵公明、东木公带着天兵天将，带着数万先后赶来的苍龙，围在海底。